大家好，我是交通小王。这个冰箱压缩机是从一台海尔对开门的变频冰箱上拆下来的，所以说这个压缩机是个变频压缩机，旁边还带了个变频板。大家都知道，变频压缩机是没有启动器的，只有这么一个3插的插头插在接线单子上。压缩机是3项供电，3个肉组，每个肉组的组织是一样的。这个压缩机为什么给它换下来呢？不是因为它不转，而是因为运转的时候电流大，转个几分钟就过热保护了。现在咱们就用角磨机给它切开，看看里边结构什么样，和定频压缩机有没有区别。现在就用角磨机开切，沿着焊接线转圈切下来就行了。现在忙活了半天，压缩机的上盖终于割下来了。还有个地方没完全割透，看这个铁板有多厚吧，最少在5毫米以上。有必要整这么厚吗？因为这个外壳并不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，只是承受回气压力。压缩机的排气高压又不走这个地方，直接走这个高压管，它是不走这个地方的。大家仔细看，这个变频压缩机的线圈和普通压缩机是不一样的，它的缠绕方式是这么缠绕的。定频压缩机它和那个普通的电动机的缠绕方式有点类似，冷冻油里边还有一些，不过不是太多了。看看能不能转动，转起来有点皱啊，不是特别好转。这个地方缺油了，一会儿给它加点。这根管子是高压排气管，它直接接到气杆上了。为什么这个管子打了这么多弯呢？外边还套了一个跟弹簧似的软管，这个管子这么做就是为了减震，因为压缩机运转的时候在动，如果这个管不减震的话，这个地方很容易震裂了，所以他这么做的。现在我拿了一瓶冷冻油，一会儿给它滴到这个气缸这儿，这样就起到润滑的作用。但是这个压缩机还是特别皱啊，有可能是中间曲轴的轴承出现问题了，要不这个压缩机转一会儿过热保护电流大，可能与这个有关系。现在咱们拿来一个变频冰箱检测仪，一会儿用这个检测仪给压缩机供电，让压缩机运转，看看这个压缩机打开盖以后的运转状况。连接上压缩机接线单子，3插的，直接插上就行了。线路接好以后，给检测仪通上电源，通上电以后，这个指示灯就亮了啊。然后找到变频压缩机的供电按钮啊，第一个按钮这儿写的是变频压缩机供电，按一下启动键。此时压缩机是不转的，需要调一下频率，通过这个旋钮调一下供电频率啊，频率越高转的越快，慢慢往上加。现在压缩机运转了，降低一下频率，频率低了直接就停了啊。压缩机转了以后，这个冷冻油直接喷出来了，喷到哪都是，然后再加一下频率。频率增加到94，压缩机转的相当快了啊。全是油啊！大家仔细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一直在往气缸喷油着，这个位置不断的有油直接喷到这个活塞上了啊，一直在往活塞上喷，给活塞运滑的，这样活塞就不会因为缺油而卡缸了，转动越快喷的油越多，这一点挺有意思的，直接把压缩机底部的油抽上来了。增加一下转速啊！现在已经达到最高转速了，呜呜的。把频率关死以后，它就停了。大家知道这个油怎么从底部上来的吗？好像有一个阿基米德螺旋的片给它吸上来的，往这个地方喷。反正是空调压缩机室有个阿基米德螺杆往上抽油，所以这个压缩机油在整个压缩机的腔体中是不断喷射的。喷了以后，压缩机油和制冷剂混合到一起，制冷剂回流以后，
特别凉，然后正好给压缩机油降温，这样压缩机就不容易过热。所以说，经过本次测试，大家可以对这个变频压缩机有了充分的了解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你要是觉得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可以收藏转发一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